最近呢，好几个朋友都在搬家，他们就问了我们同一个问题。你们平时都用什么工具啊？那么今天我们来讲讲2个家里最常用的电动工具。首先是安全提示，把头发扎起来，这些虚虚的东西都要藏起来。开始吧。趁你们看片头的时候，我去剃了一个头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多功能的电动工具。第一种螺丝刀模式，第二种线锯模式，第三种打磨模式，第四种铲刮模式。介绍一下这个螺丝刀的功能。这个按钮按下去是启动，然后这个按钮是控制顺时针逆时针的。比如现在它是逆时针，把它往前一推，它这个里就顺时针旋转。然后这个是最大扭力的一个旋钮，装一个打洞的头子塞在这儿，它就拧紧了。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先打一个预制的洞，然后再把螺丝钉给打进去。录制的这个距离很小，只要一点点洞就可以，起一个引导这个螺丝钉的作用。这个小洞就打完了，现在要把这个螺丝给钻进去，换一个头，由扭矩换小一点，手捏住它。对，这个滑牙的声音就是我这个东西按这个扭力它卡住了，换。一般钉木头的话，因为木头比较软，所以我把它的扭矩调的稍微小一些。假如我调到这么无尽大的话，它可能滋一下转死，然后重复在那儿转就会滑牙。因为有了刚刚的那个预制的一个洞，所以它会很顺利的沿着这个洞钻下去。对，这就钻好了，精准吧？你看这裂纹也很小，因为有了这个适配器，所以我更换头非常方便。其他厂家的只要是基本标准的这个6边形的口子，比如这个是 Torx 的头，也很方便。这里是它的锁口，它往这里一转，它就拖出来。制作升降工作桌和厨房支架的时候，都用这个模式打孔、拧螺丝。下一个组装模式是线锯，左边的锯齿密度更密，用于锯木头；右边的锯齿间隔更大，用于锯金属。这里它也写了有个护目镜的标识，记得戴好护目镜，防止木屑或者金属碎屑溅到眼睛里面。现在我们来装这个锯木头的锯条，把这个按钮一推，这个口子就松开了，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圆洞。圆洞可以被它咬住，因为有机械结构咬住，同手一松，这个东西就咬住了，它就开始运作了。用力比如说我们要锯这个木条，锯这个位置，我会贴上美纹纸，这样锯出来的木条比较干净。不贴的话，最后锯出来这个木片会稀稀拉拉的，因为木条是这个纤维组织嘛。这么对准它，压紧，你灵活的脚趾挤住它，就是这样啦。做玄关衣帽间的时候，我们用线锯机切割了铝条做隔板的边，把免费得到的婴儿围栏改成鞋架的时候，我们用线锯机切割的木条。现在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打磨机，这是打磨头，这是砂皮纸，砂皮纸像魔术贴的结构这么粘在上面的，用旧了就更换一个，并且你可以换不同的粗糙度、不同的目数。我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个洞口，这个洞口是来干嘛呢？你打磨之后会产生许多木屑啊，通过洞口然后集成吸到在这里。这里再连接到一个配件，配件再连到一个吸尘器上，然后它也可以把灰给吸掉了。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，插上这个吸尘器的口子，然后可以用胶条塑封，打磨还是很简单，然后也没什么灰尘。虽然经常使用，但我们没有在视频里放过打磨机的画面。如果以后有的话，就把视频链接放进描述吧。下面我们来讲第4个头。刮铲头，它一般是用来刮地毯、瓷砖后面的胶或者一些墙皮之类的。那我来演示一下怎么装上去。这里有几个凸点，然后把这个掰开，点对洞，这就咬上了。它左右旋转，你就可以慢慢把东西、地毯啊、胶啊、墙皮啊给一点点铲掉了。嘿嘿，我们从来没有铲过东西，以后如果拍到的话，也会把视频链接放进描述。最后讲解一下这个电池，充电形式的电动工具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有个按钮可以实时检测电量，然后假如没有电的话，我可以一压这里，
就可以去充电啦。OK， 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这一款4合1多功能的电动工具。下期视频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Parkside 的另一款无线充电圆锯，也非常好用，电池跟它是通用的。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 DIY 有帮助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分享。Goodbye。